大家好，我是 Nathan，你正在收看的是茶歇中文。今天是2023年的6月28日。99年前，在1924年的6月28日，胡适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差不多先生》。胡适是谁？如果你听了最新一集播客的话，你肯定知道，胡适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、哲学家和政治家。在《差不多先生》这篇文章里，胡适描述了一个他想象里的典型的中国人的样子，他把这个人叫做差不多先生。今天我们会做什么？首先，我们会一起读这篇文章。我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小的改变，让它更容易明白。然后，我们会一起看看这篇文章讲了什么。最后，我们会分析这篇文章，然后讨论胡适描述的差不多先生和今天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会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先来读《差不多先生》这篇文章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先生，胡适。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？说起这个人，大家都认识。他姓差，名不多，生活在每一个城市。你一定见过他，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。大家天天叫差不多先生的名字，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。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。他有一双眼睛，但看得不很清楚；有两只耳朵，但听得不很清楚；有鼻子和嘴，但是他闻不出什么味道，也吃不出什么味道。他的脑子也不小，但是记不住东西。他想东西也不太认真。他常常说，事情只要差不多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太认真呢？他小时候，他妈叫他去买红糖，他买了白糖回来，他妈骂他，他摇摇头说道：红糖和白糖不是差不多吗？他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问他，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？他说是陕西。老师说错了，是山西，不是陕西。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？后来他在一个商店里做会计，他也会写，也会算，只是总不认真。十字常常写成千字，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老板生气了，常常骂他，他只是笑嘻嘻地说：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，不是差不多吗？有一天，他有一件急事，要坐火车到上海去。他慢慢地走到火车站，晚了2分钟，火车已经开走了。他看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烟，摇摇头说道：只好明天再走了。今天走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。可是火车公司是不是太认真了？8点30分开和8点32分开，不是差不多吗？他一边说，一边慢慢地走回家，心里总不明白火车为什么不愿意等他2分钟。
有一天，他忽然生病了，叫家人请东街的汪医生。家人急急忙忙跑去，找不到东街的汪医生，却把西街的王医生请来了。王医生是给牛治病的医生。差不多先生躺在床上，知道找错了医生，但是因为身体真的不舒服，不能等了，所以心里想到，王医生和汪医生也差不多，让他试试看吧。于是这个王医生用给牛治病的办法给差不多先生治病，不到1个小时，差不多先生就快死了。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，慢慢地说，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，什么事情只要差不多就好了，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？他说完就死了。他死后，大家都称赞差不多先生，说他什么事情都想得通。大家都说他一生不愿意认真，不愿意严肃，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。他的名气越来越响，所有的人都学习差不多先生，于是人人都成了差不多先生。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。1924年6月28日，申报，平民周刊。所以这就是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，一个很短小的故事。刚才说过，我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小的改动。如果你想读这篇文章原来的样子的话，可以去 Wikipedia 上找到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讲了什么。在前3个小节里，胡适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差不多先生。我们知道，这不是一个真的人，而是一个胡适想象出来的人。用胡适的话说，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。接下来，胡适讲了差不多先生一辈子的5件事情，我们一一来看。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叫他去买红糖，他买了白糖。当他的母亲批评他的时候，差不多先生说，红糖和白糖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没关系。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学校，老师问学生，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？我会放一个中国的地图，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看看。差不多先生说是陕西，老师说不对，其实是山西，声调是不一样的。差不多先生又反驳说，陕西跟山西只是声调有一点点不同，是差不多的。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发生在差不多先生工作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会计 accountant， 但是他不太认真。比如说，他经常把10字写成千字，把千字写成10字。当老板批评他的时候，他笑笑说，千字和10字说到底也是差不多的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这是第三件事情。而差不多先生第一次因为他的差不多的态度而受到惩罚，是在第4件事情。有一天，他要坐火车，
火车8点30分开，而差不多先生8点32分才来，火车已经走了。这时候，差不多先生只能回家，然后明天再坐火车。我们可以看见他第一次受到了惩罚，而这样的惩罚对于差不多先生来说也不太重要，因为他觉得今天和明天也是差不多的。而最后一件事情让差不多先生付上了最大的代价，那就是在他生病的时候。我们来看第5件事情。有一天，差不多先生生病了，家人帮他去请汪医生。大家没有请到汪医生，请来了王医生。王医生虽然也是医生，但是他不是人的医生，而是牛的医生。差不多先生还是用他小时候的思维，觉得声调变了一下，就像山西跟陕西一样，汪医生跟王医生也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他请这个王医生来给自己看病。最后他死在了这个王医生的手下。死之前，他还是觉得没关系，他觉得活人跟死人说到底也是差不多的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差不多先生死之后，我们本来以为人们会互相警告，不要学习差不多先生，不要做他做的事情。You can act like a man. What's the matter with you? 但是事实正好相反，人们表扬差不多先生，表扬他想得通。差不多先生对于什么事情都有这种想得通的态度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有德行、有 virtue 的人。但是胡适不同意，胡适觉得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在最后他说，所有人都成了差不多先生，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。从此中国只有好吃懒做的懒的人了。这就是差不多先生的内容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。我们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：胡适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？我觉得这要回到他在美国的留学经历。听了播客的朋友应该知道，他年轻的时候被清朝选中去美国留学，在那里他先学了农科，然后学了哲学。正是在美国，胡适学习了西方人的思考方式，西方人做学问的方式，那就是认真和科学的做事方法。回到中国之后，他不满意中国人做事情的办法，所以写了《差不多先生》这篇文章，来警告大家，也是想鼓励大家做学问的时候要认真、要严谨、要科学。而中国人真的像胡适描述的那样是差不多先生吗？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胡适分析的对，中国人确实都有点差不多先生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西方，西方研究科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西方把科学划分成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等学科，而中国人完全没有科学的概念。中国人做什么？中国人喜欢写诗，中国人喜欢写小说，中国人喜欢读孔子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，但这些都不是在科学的
认真的、严谨的做学问。到了清朝，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很弱小的国家，可以说这就是差不多先生受到的惩罚。在1957年到1960年，中国发生了大跃进运动。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网上找找大跃进，你就会找到相关的信息。在那段时间，政府鼓励人们生产很多东西，比如说钢铁，比如说装甲。政府的目的是有一天会超过美国，而中国人这时候就开始成为差不多先生了。很多人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制造钢铁，就像《活着》这本书里描述的那样。镇长，把这锅都砸了，做不成饭，往后吃什么呀？还有一些农民，虽然他们的田野没有生产很多的庄稼，但是他们为了得到政府的表扬，他们就撒谎，告诉政府，我的田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，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生产这么多。这也导致了1960年代中国发生了很严重的饥荒，饿死了不少人。这可以说也是差不多先生受到的代价。但是我也想说，中国人也是有进步的。我们现在可以看见中国生产自己的手机，生产自己的电脑和其他的电子设备。在电子设备还有互联网这些方面，中国人确实越来越认真，也开始赶超别的国家了。所以我也想表扬一下中国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胡适在99年前写的《差不多先生》这篇文章。我想给你的问题是，你觉得中国人最有特点的性格是什么？你在跟中国朋友或者中国同事相处的过程中，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差不多先生呢？你觉得西方人做事情的方式和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欢迎你在评论栏里回答这些问题。我也希望你喜欢这篇文章。我是 Nathan， 你正在收看的是茶歇中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